我决定飞越2个州，给我的网恋男友一个惊喜。结果，惊喜的人是我。我躲在一家嘈杂体育酒吧的塑料橡皮树后面，听着他和朋友们聊天。声音好听有什么用？连张真照片都不肯发。他语气充满轻蔑，8成是个丑八怪。一阵哄笑声。要不是那个校花吊着我，我哪用得着在一个路人身上浪费时间？还有更绝的，他接着说，不光丑，还饥渴的要命。还没见面就逼我发照片，验货。一个朋友窃笑，不是吧，你真发了？我男朋友莱恩得意地哼了一声，发了。不过不是我的，是利亚姆的。桌上响起一片哇哦声。你是有？就你说有8英寸那个？真的假的？千真万确。我骗你干嘛？莱恩吸了一口电子烟，朝天花板吐出一团甜腻的烟雾。利亚姆够意思，知道我不想发自己的，就主动当我的约会替身。短暂的沉默后，整个桌子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大笑。我也笑了，无声而苦涩。我听说过特技替身，光替，这约会替身倒是头一遭。3分钟，这就是我需要的时间。3分钟后，我就要弄清这个男人的全部底细。1. 我是个好女孩，甜美、体贴、有礼貌、乐观、开朗、学习努力。得了吧，那是我在父母和他们的朋友面前扮演的角色。真正的我，叛逆、牙尖嘴利，脑子里充满各种狂野念头。我记仇记得像捏着中奖彩票，你绝对不想惹到我。而且我很恶，在每一个层面。高中毕业的那个夏天，我在刷 TikTok 中昏天暗地，拇指划过一张又一张帅哥的脸，像浏览一份永无止境的自助餐。精瘦的运动员，阳光开朗的美少年，冷漠阴郁的研究生，全部点赞，通通存进私人收藏。看变成了想要，想要变成了行动。于是我在网上找了个男朋友，莱恩，比我大1岁，已经在上大学。根据他的资料，他身高1.88米，肩膀宽的能盖房子，腹肌分明的可以在上面洗衣服。最重要的一点，8英寸。找到这样的男人就像中了彩票。我飘飘然上了云端。最疯狂的是什么？他就读的大学正是我刚被录取的那所。感觉像是命中注定，是宇宙在为我们书写爱情故事。而他当然对此一无所知。我保守着这个秘密，计划在开学第1周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。为了保持神秘感，我从未给他发过任何一张露脸的照片，只发些有艺术感的手部、影子、后脑勺特写。这快把他逼疯了。他会在电话里抱怨，声音带着委屈，说我不够真诚。他的家乡离我的很近，公交车程不到1小时。所以，在他抱怨了几周后，我决定自己来缩短这段距离。2. 公平地说，莱恩在给我安全感方面做得很好。他会经常汇报行踪，甚至把他和朋友聚会的酒吧名字也发给了我。这倒省了我套话的麻烦。我跟着手机上的 GPS 导航，闪烁的蓝点将我径直引向一家名叫杜哥特的拥挤体育酒吧。油腻的露台上挤满了数十张桌子，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。他本人甚至比照片更帅。正值盛夏，空气闷热粘稠，一阵暖风拂过露台，我感觉脸颊发烫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准备走过去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莱恩把啤酒杯重重砸在桌上，表情充满不屑。声音好听有什么用？连张真照片都不肯发。8成是个丑八怪。我的双脚像钉在了地上，脸颊上的红晕瞬间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寒意。接着他继续说，反正也就是玩玩，要不是那个校花吊着我，我哪用得着浪费时间？还有更绝的，他身体前倾，带着分享秘密的语气，不光丑，还饥渴的要命，硬要我给他发照片。我咬着嘴唇，拳头在身侧握紧。是他先吹嘘自己的尺寸，问我有没有兴趣看的。我当然说想，谁不想？
但现在，在他的版本里，我成了饥渴的那一个。在一片起哄声中，有人问：“不是吧，你真发了？”莱恩哼了一声，嘴角挂着得意的笑：“发了，不过不是我的，是利亚姆的。”四周响起一片“兄弟，不是吧”的惊呼。“你是有？就你说有8英寸那个？真的假的？”莱恩点点头，千真万确。“我骗你干嘛？”他又灌了一口啤酒。利亚姆够意思，看我不想发，就主动当我的约会替身。桌子安静了1秒，消化着这句话，随即爆发出哄堂大笑。我靠！所以这整段时间，他都以为自己在跟你聊，其实是在对着你，外加另一件东西发情。又一阵怪叫和大笑。莱恩皱起眉头，这不是什么关系，就是玩玩。他跟拴着链子的狗差不多。等学期一开始，我立马就拉黑他那丑八怪。到这时，这些话已经伤不到我了。我的脑子里完全被1周前收到的那张照片占据了，一张令人震惊、美到窒息的完美照片。他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哦，对了，利亚姆。3。回家的巴士上，我开始翻看莱恩的 Instagram。那是他自我崇拜的纪念碑，上百张他自己的照片，没有一张其他人。我叹了口气，看来只能等到开学，才能看看这个叫利亚姆的家伙到底长什么样了。我为这个事实默哀了大概1秒，然后打开 TikTok， 继续浏览我的帅哥收藏。巴士进站时，我刷到了一个校园采访视频，标题是“你的校园暗恋对象是谁”。我本来没什么兴趣，正准备滑走，但我听到了那个名字，利亚姆。报站的电子音响起，我抓起包朝车门走去，同时把耳机音量调到最大。我回放了3次，确认没听错。没错，而且大学名字也对得上。我脑海中立刻闪过那张照片，校园红人利亚姆，他是不是有点狂野？4。随着开学临近，莱恩对我越来越冷淡。我的消息经常几天显示已读不回。我咬紧牙关，要不是还有事需要他帮忙，我早就拉黑他了。那天晚上，盯着我们单向对话的聊天记录，我决定发出最后一个，看起来是绝望的表情贴纸。这次他几乎秒回。嘿，听着，我觉得我们不太合适。我们可以做朋友，但我觉得我们不该，你知道的。我正躺在床上，双腿翘在空中，脸上贴着面膜。看到消息，我眼睛一亮，终于来了。我咧嘴一笑，开始打字。为什么？是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他的回复堪称模板。不，千万别那么想，是我的问题。我翻了个白眼。还能更老套点吗？在心里默默吐槽完后，我启动了计划。你不用顾及我的感受，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你值得更好的人。祝你一切都好。我几乎能通过手机感受到他膨胀的虚荣心，他的内疚和虚荣正在交战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回复了：佐伊，你是个好女孩，自信点。说真的，我才该说对不起。然后是关键的一句，如果你有什么想要的，尽管说，我一定办到。我的心一跳，我一把扯下面膜，坐直身子，按下了通话键。他接了，我为了效果吸了吸鼻子，让声音带上一丝哭腔。你真的什么都行？当然。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诚恳，我大概能猜到你可能对自己的外表不太自信，这没关系，我不在乎那些。如果你想见面，我现在就可以开车过来。那给我介绍个新男朋友吧。我打断他，我没耐心听他那自我感动的独白。他沉默了3秒后，他终于挤出一个字：啥？5。我夸张地长叹一口气。莱恩，从看到你照片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我们不可能真的在一起。你这么帅，像你这样的男生，怎么可能喜欢我这种平凡的女生？能做你的朋友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
他可能冒出的一点不快瞬间烟消云散，取而代之的是新一轮的同情和自我满足。佐伊，别这么说自己，他语气恳切，你很棒。我把我室友介绍给你，怎么样？他也是个帅哥，学校里好多女生追他，他都看不上。这说明他不在乎外表。莱恩又卖力地补充道，你们可以聊聊，说不定能成。我停顿了一下，又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好吧，也许我可以试试。然后像是随口一提，我问道，那他叫什么名字？利亚姆。他叫利亚姆。搞定。我藏起胜利的微笑，努力让声音听起来犹豫而怯弱。好吧。你能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吗？我加他。还有莱恩。谢谢你。他笑了，听起来松了口气。嘿，朋友不就是干这个的吗？10分钟后，我和利亚姆加上了好友。我立刻点开他的资料，心脏砰砰直跳。他的动态一片空白，头像也是默认的灰色图标，像个全新的账号。莱恩在耍我。就在怀疑升起时，一连串消息提示弹了出来。嗨，佐伊，我是利亚姆。莱恩说要介绍你和我认识，当做潜在发展对象。其实我最近也在考虑开始一段关系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。但我担心我可能不是你的菜。我先发几张照片，你看过之后再决定要不要继续。我咬着下唇，手指悬在屏幕上。我屏住呼吸，点开了第一张图。我的瞳孔放大了。如果说普通帅哥能让我的心跳加速，那么静态照片里的利亚姆足以让我头晕目眩。她美得令人窒息。我像个小女孩一样尖叫起来，双脚在床上乱踢。就在这时，莱恩的短信进来了。嘿，利亚姆这人不太好相处，他对谁都挺冷淡，独来独往的。要是他回消息慢什么的，别灰心，你得主动点。我回头看着利亚姆刚发来的另一组照片，全是没穿上衣的，展示着雕塑般的完美身材。冷淡，独来独往。可我看到的，如果这是个孔雀，它尾巴都快开屏开到折断了。我忙着把利亚姆的每张照片都存进手机，忘了回复。他等不及了。你不喜欢吗？可能角度不好。大家都说我本人更好看。要不我们见面？我去找你。我挑了挑眉。他挺急的啊。我在网上看过，奔现的时候进展会快得离谱。有些人甚至第一天就……我还没准备好。正当我出神时，手指不小心点开了我的隐藏相册，里面只有一张照片。可，我的脸有点发烫，嘴巴突然变得很干。我倒了一杯冰水，然后打字回复：不，我喜欢。你很帅。我们不用急着见面。我们其实会上同一所学校。我刚刚被录取，过几天我们就能在校园里见到了。发出这条消息后，聊天框安静了片刻，然后我的手机开始震动。我清了清嗓子才接听，把声音捏得比平时高一些。喂，一个低沉慵懒的声音透过听筒直直钻进我的耳朵。嗨，我是利亚姆。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我摸了摸发烫的耳垂，低声说，我知道。所以他拖着腔调，声音低沉，我们现在是男女朋友了吗？我反问了他一个问题，但你连我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万一我很丑呢？你会失望吗？不会，他毫不犹豫地说。我鼓起腮帮子。莱恩之前也这么说。结果呢？感觉到我的沉默，利亚姆再次开口，声音这次柔和了些。佐伊，我不想骗你。其实我以前见过你。什么？见过我？在哪儿？长成他这样的男人，我怎么可能不记得？在我大脑飞速运转时，利亚姆继续说道，我之所以这么急着确定关系，是因为我知道你几天前去了他那个城市。我敢肯定，你是去见莱恩的。我更困惑了，他都不知道我去了。你怎么会知道？他那头停顿了一下，因为他轻声说，他一直在满世界找你。
8。利亚姆给我发了一个链接，我皱了皱眉，点了进去，是一个 Instagram 帖子，配了张有点模糊的照片。照片里，我坐在出租车后座，额头贴着冰凉的车窗，城市的霓虹灯光在我脸上投下斑斓的色条，有种孤独的美。帖子的配文是：紧急求助，帮我找到这个女孩。7月7日晚，市中心杜哥特酒吧附近见到。她是我见过最美好的女孩。我试图追她的出租车，但没追上。如果有人认识她，请一定帮帮我。大恩大德，没齿难忘。看到最后一句，我没忍住嗤笑一声。我看了一眼日历，离新生报道还有1周。这下有趣了。